德国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高速不限速。那么到底怎么个不限速法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德国高速。首先来了解一下德国的高速到底限不限速？答案是不限速，或者准确点来说，大部分都不限速，大概占2/3，还有不到1/3是限速的。中间还剩下10%不到，大概7%左右，可能会根据路况、根据车流、根据天气来进行不定时的限速。德国的高速公路网在全世界来看都是比较发达的，排名第4。排名第1的就是我国的高速公路网，一共是18万多公里。排名第2的是美国的公路网，78000多公里。排名第3的是一个欧洲国家，西班牙，17000多公里。接下来就是德国，13000多公里。虽然排名不是欧洲第1，但是它快啊。德语国家中的高速公路这个词也是由一个德国人提出来的。他是一位德国的土木工程师以及大学教授罗伯特·奥岑，在1929年创造了 Autobahn 这个词，用来指代高速公路。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于1924年在意大利开通，从米兰到瓦雷泽。这是一条仅供机动车行驶的收费的公路，当然没有什么快车慢车道之分。而德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在1932年通车，是从科隆到波恩，现在就是 A555 高速。最初的时候它只是一条乡间道路，也仅限于机动车行驶，而且没有其他的平交道口。而确认其高速公路的地位要到1958年，随后才慢慢拓宽这条高速公路。虽然建的不是最早的，但是德国很早就开始规划高速公路。意大利在建设那条高速公路的时候，德国的 Hafafa 就已经开始在规划了。还记得发明那个 Autobahn 的 Robert Altmann 吗？他在1926年成立了道路建筑公司，而这个 Hafafa 这是3个城市的名字：汉堡、法兰克福和巴塞尔。那这个计划就是要建一条高速公路，从汉堡到巴塞尔，最终呢是要穿过瑞士到达意大利的热那亚。看看这个时间，1926年，那是魏玛共和国时期，马上就要到1933年了。到了1933年，奥地利的那位阿道夫上台，就开始建设国家高速公路，也叫帝国高速公路。这个高速公路就更加现代，有网络化的系统，中间还有隔离带，每隔一段路程还有像加油站、补给站这样的服务区，一系列辅助功能的加入，就变成了一个高速系统。不管德国人愿不愿意提起，说到德国的历史，肯定回避不了那位洛邦美术生。在整个纳粹时期，德国建设了大量的高速公路，除了配套设施之外，不能掉头，不能停车，不能拐弯，限速120，基本就是现代高速的样子。而御用设计师施佩尔也设计了大量高速公路配套的建筑，而这些高速公路的建设就成为了后来德国、奥地利的高速公路网，以及波兰境内的一些公路。因为修建的又平整又宽，所以这些高速公路在2战时期一部分也成为了临时机场。最初的时候，在高速公路上还有快速大巴车，甚至还想把电车放在高速公路上，在高速公路一侧铺设电线。后来想想这个成本太高了，就没有继续建设。而到2战后期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的德国高速公路上基本就没车了，所以自行车也可以在上面骑行。其实现在我也碰到过，有时候公交车或者大巴车直接开到高速公路上。有一次德铁停运了，然后就会有替代巴士，而这个巴士直接是跨城的，因为要替代原先的铁路，然后开着开着直接就干到高速上去了。我手机测了一下速度，大概是80左右，但是因为是公交车代替的，都没有安全带。虽然它是开在最右边的慢车道，反正路子也非常野。随着时间的发展，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，高速公路开始慢慢完善，然后在西德开始逐渐加上了防撞栏。之前说了，德国的高速大概有2/3是不限速的，但是因为这个道路时不时会进行整修，所以限速的地方也很多。我个人感觉大概就是一半一半。那么在这样不限速的道路上开车体验如何？我们从上高速开始说。在德国，只要看到这个高速标志，就说明马上要上高速了。而且德国高速对于小车来说是不收费的，所以上高速非常丝滑。这条路这样一上去就是高速了。上了高速就是一脚油门，你会看到速度限速是80、100、120、130，然后逐渐不限速。这个时候左边的车就开始咔咔往前开。所以在德国开车的话，如果你想稳定一个速度，最好不要一直占着左边的超车道。如果你速度太慢，后面会闪你或者摁喇叭。即使你觉得你已经开得很快了，也要让，不要一直站在左边车道。有时候我开车觉得自己开得很快，而且右边车道有车，我想继续超过它，但是还有一段距离，我一直在左边的车道，后面的车就会闪我，那我就得乖乖的往右边靠，直到距离跟前车稍微近一点之后，我再超车。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开车，不限速的路段，不管你开得多快，总有人会开得比你快。那么在德国开车到底安不安全？首先，德国人开车还是比较守规矩的。虽然有一些可能10几20年前来过德国的人，或者说德国本地人觉得德国人开车已经没有那么守规矩了，但是在我体验下来，德国人开车还是比较守规矩的。交通规则差不多，最左边是超车道，最右边是慢车道。一旦超完车之后，你就要往右边车道行驶，不要妨碍左边车道超车。在德国基本就是超完车就回去了。
其实遵守规则这一方面不仅体现在高速上，平时在市区开车的时候也都挺遵守规则的。比如在人行道对行人的礼让，当然这一点现在在国内越来越多的省份也都开始实行了。另外，道路的优先权也都比较遵守，哪里该让哪里不该让，而且遇到堵车的情况几乎没有加塞。你可能会经历拉链式的那种通行，一般你在一侧等待，旁边那辆走过一辆之后，后面那辆车就会停下来等你，让你过去，他才会开车。很少会遇到旁边那辆车不让你，反正我是没有遇到过，多数都是开完之后那辆车就等着我进去之后再开，后面那辆车再等，再一个一个这样拉链式的行进方式，整体的通行非常的有秩序，所以在德国开车还是相对比较舒适的。而且德国这边摄像头很少，几乎是全民自觉。咱们再说回高速，只要你一启动，大家车都开这么快，其实就没什么感觉了，基本就是随便你开，尤其是在超车道。但是德国有一个建议速度，就是130，但是平均下来大家都在140左右。我自己开车一般在不限速的道路上，多数也是140、150左右。超车的时候，这个速度可能是160到190都有。那你觉得哇，开得这么快，应该就一直在超车道上吧？其实不是，只要你不在超车道上，开得再快，旁边就时不时会有嗡嗡嗡的车开过。那你说开这么快，车会不会晃啊？这点我是没什么感觉。但是我观察了一下，超车的大部分都是国产车，德国国产车啊，什么奔驰、宝马、大众、保时捷等等这样的车，车子的性能都不错。你别说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多数都是这些牌子，其他的牌子，反正我看到的很少，几乎是没有。德国在油车这一块追求速度这一块确实还是不错的。所以因为驾驶习惯比较好，在德国的高速上开车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全的。但是也要注意，之前说摄像头少、测速的少，不代表没有，时不时在某一个角落可能就有测速仪，一旦被抓到就有问题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真的是我的朋友啊，这个朋友呢，他在50的道路上开了80，德国的这个超速是按比例来的，这个就非常严重了，所以记2分，罚款288欧，禁驾1个月。在德国没有扣分这么一说，是记分，原理大同小异，记满8分就吊销，这2分需要5年时间来消除。所以大家如果在德国开车，还是需要谨慎驾驶。再来说高速，虽然事故相对比较少，但是这么高的速度一旦出事，尤其是在超车道，那可能就是个大事故。之前也目睹过一起事故，那整个场地真的像一些电影里面的场景一样，到处都是汽车的碎片，整个车就翻过来了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德国的车辆就会迅速让出一条应急通道，供警车、救护车、消防车行驶通过，这也是驾照理论必学的，大家也都需要严格执行。所以大家都按照交规来行驶，那整体的驾驶环境就相对安全了许多。因为德国这个不限速，所以周边有些国家买车，尤其是买德国车，有的提车就会故意到德国某个城市的门店，然后再开车回到自己国家，在德国这一段呢，感受一下不限速的感觉。国内驾照如果想在德国开车，那出国之前要去公证一下，有半年的有效期，建议开之前再熟悉一下德国的交规。虽然德国很多地方摄像头很少，不限速的道路上速度也随便你开，但是还是要注意规则，尤其是超车规则，毕竟安全第一。所以整体而言，德国的公路系统比起铁路来说，那确实要好太多。德国铁路的话你就看看，但公路系统，尤其他们对规则的遵守，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借鉴。关于高速要不要限速，德国国内也在讨论，那目前还是不限速的。那各位观众，你喜欢高速是限速还是不限速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下期再见。